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在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这是两人去年10月罗马会晤后的再次面对面会晤。有美方官员提前透露，此次会谈的最大重点就是要为两国设立护栏，通过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来避免冲突和误判。然而，布林肯近日在一个北约论坛上又拿所谓不遵守秩序规则说事，意图抹黑中国，拉北约介入亚太的意图昭然若揭。中国外交部周三指出，相关话术和手段并不高明，更不得人心，奉劝美方摒弃冲突对抗，切实将拜登总统4不1无意的表态落到实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将会应约同主要国家外长和地区组织代表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见。经中美双方商定，王毅将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周三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对于有记者提及中美外长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和涉疆问题的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均有明确承诺。拜登总统做出的4不1无意的表态，也包含不支持台独。美方应该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开历史倒车，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纵容支持台独，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赵立坚还表示，涉疆问题也是中方的重大关切。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完全是美方为抹黑遏制中国炮制的弥天大谎。美方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是上述谎言的继续，也是以疆制华的升级。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炮制强迫劳动的谎言，停止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各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美即将举行的外长会晤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有记者问及会晤的具体内容，赵立坚只是说，双方将就中美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但随后，赵立坚介绍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以及涉疆问题上的严正立场。那我注意到赵立坚2次提到拜登总统的4不1无意承诺，特别提到其中不支持台独的表态，并且再次强调美方要将承诺落到实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外界预计将是此次中美外长会晤谈论的重点之一。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在打台湾牌上愈演愈烈。美国国务院一度在其官网上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等表述，还刻意强调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6项保障的内容。去年10月，王毅与布林肯在罗马会晤前夕，布林肯就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发表声明称，所谓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王毅对此回应指出，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挑战，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必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此外，美方国会议员还不时窜访台湾，并推动各种名目的涉台法案，图谋加强对台军售。美方一系列行径都是在进一步掏空和弱化一个中国，是赤裸裸的挑衅。美国对台政策严重损毁了，或者说在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最根本的政治基础，也是中美之间互信的基础。随着两岸紧张局势现在还难以看到降温的这种迹象，而且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在不断的加剧，美国打台湾牌的力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肆无忌惮。万一因为一些不测事件或者是战略误判，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军事冲突，那么对于美国而言，这是全球战略上不可承受之重。我们中方也会利用这次机会，向美方转达我们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要继续挑衅。这点对于中美而言都是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中美外长此次会谈重点，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周二提前吹风。他表示，最优先重点就是向中方强调，美方致力于与北京进行密集外交，保持双方沟通渠道畅通。两国外长将讨论为双边关系设立护栏，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至于何谓护栏，他表示，护栏是指双方拥有充分沟通管道，并透过这些管道积极做意见交换。
康达着重提及，美中之间沟通渠道畅通相当重要，尤其在高阶层级，双方在领导人、外长与国安顾问等层级都有定期联系。他强调，美方会竭尽所能防止任何会无意间导致冲突与对抗的误判。深圳卫视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中美高层频繁接触沟通。就在周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财长耶伦进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供应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6月13号，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进行了近5小时的深入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和交流。6月10号，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也进行了一场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会谈时间也从原本计划的30分钟延为1个小时。实际上，包括中美外长即将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以及近段时间中美高层的频繁互动，就是在落实中美元首3月通话时强调的双方在各层级各领域要加强沟通对话的精神。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拜登现在基本没有什么手中筹码或者牌可打，那么他急需能够在中美关系方面取得一些进步。此行的话，那么布林肯肯定也是风险应对方面能够取得中方的一定的合作和配合。台湾问题也好啊，或者说是包括南海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上，中美之间的互信现在是非常脆弱的。那么美国可能也希望通过这次会晤也好，能够让中美之间通过沟通对话来逐步的恢复一定的互信。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想向中方传递，美国还是希望能够跟中国有所合作这么一种政策信号。值得注意的是，5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演讲，向外界系统性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中，他提到了投资自己、联合盟友、与中国竞争这一新的对华3段论。紧接着，6月1号，布林肯在谈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又进一步提出，占到全球 GDP 的50%到60%的美国及其盟友要联手共同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当时就有分析指出，布林肯抛出所谓塑造战略环境的幌子，其实就是美方在印太方向大建小院高墙、大搞小圈子联盟的话术表达。近日，布林肯又在北约的一个公共论坛上声称，与中国的关系是同所有国家关系中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一关系在某些方面显然具有竞争性，我们要确保竞争是公平的。布林肯还妄称，中国正试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指出，布林肯国务卿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布林肯讲话声称北约不会寻求冲突，这十分虚伪，也不符合事实。北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制造冲突和发动战争的历史，北约越来越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系统性挑战。而美国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与少数国家制定的家法邦规，是为美国的霸权私利服务。美国一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这是对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这种话术和手段并不高明，更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我们正告北约，放下迷信武力的执念，放弃搞乱亚太的图谋。我们奉劝美方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冲突对抗，切实将拜登总统做出的4不1无意的表态落到实处，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路。东南亚也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塑造战略环境的重点区域。国委员兼外长王毅目前正在东南亚4国的访问行程中。应菲律宾外长马纳洛邀请，王毅周二晚上抵达马尼拉，展开对菲律宾2天的访问。周三，王毅会见了新上任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马克思表示，希望能够加强菲中关系。据菲律宾媒体周二报道，马克思当天表示，他希望菲中关系可超越南海问题，甚至可涵盖军事交流。中国周边国家会是美国未来展开对华战略竞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自己采取行动，主动破局，
那么包括在东南亚地区，我觉得很多国家其实都已经认清了，中国其实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真正的中流砥柱，实现地区的安全治理也好，或者是经济的共同合作发展，只要这些目标达到了，自然而然就不会让这些国家会有这个意愿去跟美国一起来趟浑水，或者是做美国的棋子来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那么这点对于我们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塑造，以及中国我们自身外交目标的实现，同时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言，都是非常有益处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近期中美高层密集互动，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在最近1个月时间来，中美高层的互动颇引人关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会晤，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的防务长奥斯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晤。近日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的财长耶伦举行了视频会晤。而中美外长将在印尼 G20 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这一系列的高层会晤和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首先，双方外交互动的热度和层级都比较高，在战略、安全、军事、财经、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沟通正在恢复。通过持续密集的外交沟通，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减少误判，管控分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落实两国元首2次视频通话达成的重要的共识。搞好中美关系是一道必答题，双方的工作层的沟通和交流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其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动或者探底之后，中美关系有望筑底。而最近密集的高层互动则带动中美关系反弹回升。中美关系的性质并非对抗，更不是敌对，而是单一全球体系之中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所谓的相互尊重，就是要关注和照顾彼此的利益目标，当然也要对彼此的实力地位有更多的相互理解。中美都是世界大国，利害关系也嵌套在一起，脱钩或者切割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中美之间只能和平共处，而不能对抗。美方也多次强调要为中美关系设置护栏，其实呢，就是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翻车。最后，中美之间的密集的高层互动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从双方在会晤之后发布的新闻通稿中都可以看到坦诚、建设性这样的表述。这说明中美高层互动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也为双方恢复密集的外交互动奠定了基础。从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来看，中美之间的合作面越来越明显。维持全球战略平衡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是中美两国的责任所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波动，对世界经济以及中美关系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中美在全球发展以及在第三方的合作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终归还是欧洲大西洋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俄乌冲突以及近期的北约峰会、7国集团峰会，凸显出了美国大战略的大西洋重心。如果欧洲大西洋国际体系陷入纷争，美国还是要将欧洲作为优先。当然，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无论中美有何种的分歧，维护世界和平是中美最大的合作面。从近期的高层互动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全球供应链等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最近，美国媒体关于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消息越来越多，您如何看？面对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拜登政府似乎手段并不多。如果通胀继续高企，必然对11月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拜登极可能提前的跛脚。控制通胀不能只是依靠提高利率，还要稳定市场。而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大打关税战，尤其是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研究表明，这些关税的成本主要是由美国的消费者来承担了，这就意味着加征的关税提高了美国的通胀率，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美国的财长耶伦曾经担任过美联储的主席，他最近一直在推动拜登政府比较广泛的取消加征的关税，以此来抗击通胀。耶伦的想法也得到了商务部长雷蒙多的支持。从常识来看，如果说通胀只是个货币的问题，那就让美联储暴力加息就可以了。而作为财长的耶伦完全不需要操心关税的事情，而耶伦是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他要是说只要美联储加息，通胀自然就下来了，那就可以完全把责任推给美联储。但是耶伦是推动取消加征关税的主要的推手，这就说明关税摩擦以及一连串的经济制裁的确是美国通胀的重要的原因。问题就在于这么简单明了的常识之下，为什么拜登政府还在犹豫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华关税摩擦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的手笔，而现在如果取消了，必然会遭到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批评。另外呢，特朗普还可能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而且呢，他在共和党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当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贸易代表戴奇是主张将关税作为战略工具来跟中国进行讨价还价，但是耶伦则认为成本主要由美国人来承担了，怎么可能是战略工具呢？加征关税到底是美国的自残还是有力的战略工具，依然争执不下，最终呢还是要拜登总统自己来决断。回想起来，美国加征关税已经4年了，取得了什么效果呢？中美贸易额没有下降，美国的赤字也没有减少，而通胀率却上来了。拜登可能会选择一条中间的道路，就是撤销一部分加征的关税，同时呢启动一项新的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补贴，其实呢就是拜登刚上任之后的小院高墙的政策。4年来的关税摩擦至少说明中美两个市场是嵌套在一起的，将贸易产业变成战略工具是不可行的。而现在拜登政府的犹豫不决，不仅付出了明显的经济成本，也会付出政治成本。任期快过半了，拜登还没有从特朗普的阴影中走出来。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一向总统普京汇报俄乌冲突最新战况后，周二立即组织俄武装部队负责人召开电话会议，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全面完成普京总统设定的任务。绍伊古向与会者通报俄在乌特别军事行动进展情况时说，在过去2周内，俄军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当地武装已控制卢甘斯克670平方公里领土，已彻底解放了卢甘斯克。在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和私营军事公司雇员的数量有所减少，在过去10天里消灭了170名外国雇佣兵，99名雇佣兵拒绝继续参战并离开乌克兰。同时，俄方正采取相关措施，以确保黑海和亚速海水域的航行安全，并为民用船只的通行建立了2条人道主义走廊。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и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выполнения задач,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Верховным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м. 普京其实他最终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个乌军全部歼灭，然后歼灭之后就是逼迫他就是要坐下来谈。那你想兵都打没了，他怎么谈怎么打呢？只能是坐下来谈判。那么什么时候兵就打没了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武装夺取了这个顿巴斯整个乌东地区，就是第聂伯河左岸夺取了以后。我估计就是要出现，就是要出现这个就是乌军被全部歼灭以后，然后要坐下来谈判的这种场景。绍伊古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而其中不少武器已流入黑市。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в надежде затянуть конфликт на Украине продолжает масштабные постав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В страну уже доставлено более 28 тысяч тонн военных грузов. По имеющимся данным, часть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поставляемого Западом Украине, расползается по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му региону, а также попадает на черный рынок. 而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近日播出的节目中，有俄媒记者调查发现，流入黑市的西方武器包括小型武器和美制防弹衣，甚至标枪反坦克导弹、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以及弹簧道无人机等，他们都可以通过低价在暗网上买到。It's again exactly like the situation in Syria, where the West and its regional allies flooded the country with weapons, and those weapons ended up
I mean, some people will even say it was so obvious that it would end up in the hands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at it was almost deliberate by the West. And the same process is going to happen in Ukraine. The most unsavory groups are going to get it or transfer it to other unsavory groups in the region and around the globe. 有分析认为，7月初以来，俄军沿袭之前的战术仍会继续西进南下。俄中央军区副司令明涅卡耶夫4月就曾披露，俄军下一阶段的任务之一就是完全控制顿巴斯及乌克兰南部。控制顿巴斯将有助于建立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通道，控制乌克兰南部将打通俄军通往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右翼出口。但我认为呢，普京他的最终的战略目标呢，还不仅限于拿下乌东地区，他还要把这个就是乌克兰南部就奥德萨那个地区，也会拿下。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利西昌斯克坚持了仅1周时间就被迫撤离，让外界普遍质疑其作战能力和意志。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周一发布的一份美国国会报告更佐证了这一观点，即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正在快速下降。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这份国会报告主要聚焦于乌克兰的战场表现和对未来展望，以权衡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政策。该报告显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来自人员方面。报告称，乌军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的卓越表现，很大部分归功于训练有素的人员所表现出的主动性。但随着俄乌战事的进行，乌军持续遭受严重伤亡。报告称，6月上旬，乌克兰官员估计每天有多达100到200名士兵在行动中丧生，乌军正规军和技术人员的损失比例可能很高。为弥补人员伤亡带来的战力空缺，拥有战斗经验的退伍军人被大量补充到正规军，乌军后备部队不得不重新招募新兵。但这些新兵和志愿者几乎没有军事经验，必须用更长的时间来培训。除了人员损失外，报告还提到，乌军在装备方面的严重损失也影响了其持续作战能力。6月15号，乌克兰军方高层估计，部分乌军的装备损失高达50%，而且乌军在火炮方面处于明显的下风。尽管西方提供了部分装备，但乌军目前仍主要依赖苏联时代的武器库存。俄军通过远程导弹袭击摧毁了乌克兰的国防军事工业，以严重影响乌克兰维护、修理和生产重型武器与弹药的能力。尽管一些中东欧国家依然能生产苏联时代的装备，特别是小型武器和炮弹，但观察家认为，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远不足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此外，美国和欧洲盟友当前对乌军的培训重点集中在最低限度的现场操作方面。这种方法可以让乌军快速将西方武器投入战场，但缺乏专业人员维护和修复受损设备，将导致这些精密武器很快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作战能力。虽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但乌方已将重建提上了日程。2022乌克兰重建会议日前在瑞士举行。根据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提供的计划，乌克兰重建需要7500亿美元资金，但钱从哪儿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通过视频喊话与会者，重建乌克兰是整个民主世界的共同任务。而乌总理甚至说，应动用欧盟已冻结的俄罗斯3000亿至5000亿欧元的资产来重建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富商对冲突也负有责任。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当地时间周一起一连2天在瑞士卢加诺举行。乌总统泽连斯基采取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会议。他承认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并说由乌克兰国家复苏委员会领导的复苏进程将加深乌克兰与欧洲的联系。The reconstruction of Ukraine is not a local project, not a project of a single nation, but a common task of the whole democratic world.Of all countries that can call themselves civilized. 线下参会的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则表示，乌方预计需要总计约7500亿美元，并且分3个阶段来完成重建计划。什梅加尔还希望获得西方的援助，为此他甚至在会上展示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包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各自应当援建乌克兰哪个地区。什梅加尔表示，乌克兰在基础设施上的直接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1200多处教育机构、200家医院以及数千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水电网络、公路和铁路被摧毁或遭损坏。与此同时，乌克兰现在1个月的军费开支接近冲突前的年度军费总额，而乌克兰政府每月的整体预算不足1.5亿美元。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年乌克兰经济将萎缩超过45%，具体的收缩幅度还将取决于接下来冲突的持续时间和强度。那么，75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将从何而来？
据悉，一些西方国家和欧洲投资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部分私营机构都将参与到筹集重建资金的行列中。但在这笔巨额资金中，哪些是无偿的捐赠款，哪些是需要偿还的借贷款，尚需各方进一步讨论。此外，还有如何吸引和确保私营企业参与重建计划的问题。面对乌克兰的喊话，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特拉斯回应称，英国将继续带头支持乌克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自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动员了大约62亿欧元的财政支持，而且还会有更多。我们将大力参与乌克兰的中长期重建工作。事实上，乌克兰喊话美西方给钱的场景已经上演过多次。在上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上，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克兰每个月大约需要50亿美元才能满足国家防御的基本需求。而在稍早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泽连斯基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和经济支持。G7领导人则承诺，只要乌克兰需要，将以所有可能的形式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据美联社此前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基辅官员表示，他们担心战争疲劳可能削弱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决心。分析人士说，冲突久拖不决和西方大国兴趣减少，可能导致他们强迫乌克兰接受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主导的北约不断东扩，导致俄乌关系不断恶化，进而引爆俄乌冲突。某种程度上来说，乌克兰危机是美国长期策划和推动的结果，支持乌克兰打下去的还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因此，有分析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乌克兰重建。但是目前，在美联储加速加息应对高通胀背景下，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持续升温。欧洲国家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表示，当前的通胀危机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德国正面临历史性的挑战。英格兰银行周二警告称，英国和全球经济前景严重恶化，英国银行业已做好应对经济严重衰退的准备。政治正确一定会帮助，但是从它的实际的能力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呢，就导致了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这样的话影响到了他们这些自己国家的这种经济的进一步的这种发展，所以在这个重建乌克兰的问题上呢，我想也不会一蹴而就的，因为他们也要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况来规划这个重建乌克兰。苦于筹措资金的乌克兰再次打起了俄罗斯的主意。什梅加尔在会上就表示，俄罗斯富人应该为重建乌克兰买单。据估计，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价值约为3000亿至5000亿美元。早在今年4月，泽连斯基就要求将因制裁遭到西方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和俄央行资金用于补偿乌克兰的损失。当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附和称，美国将要求俄罗斯为乌克兰重建买单，但动用俄资金需要得到国会及盟国同意，不会轻易这么做。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周二的会议上也对乌方提议表示支持，并提议效仿加拿大，将在因俄罗斯人被冻结的资产重新分配给俄乌冲突中的受害者，或提供给乌政府进行重建计划。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表示，虽然在当前政局下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但伦敦未必敢没收俄罗斯国有资产，这将摧毁其世界金融之都的声誉。他还补充说，英国一旦这样做，将使整个司法体系和国际法等受到打击。周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将出台措施来解除对该国海外账户和资产的冻结。要是从规则、从这个制度来看呢，这一点是不符合这个就是世界通行的这种标准规则。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话语权呢是掌握在西方的手中，而且呢，就是他们对于这场冲突的这种评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是不是拿这笔钱来重建乌克兰的问题上呢，也不是很容易能够就是双方都达成一致的。战争不停止，也不可能有重建。所以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问题呢都会拿到桌面上去。此外，瑞典和芬兰周二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正式签署入约议定书，该文件赋予两国北约受邀国地位，为下一步进入批准程序铺平了道路。芬兰和瑞典可以说是一只脚迈入了北约。俄罗斯当天回应称，俄已计划采取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北约副秘书长吉欧阿纳则表示，他们目前没有计划在程序完成时派兵到这两国。
有分析认为，尽管土耳其原则上已经同意让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以换取两国不支持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承诺，并解除对土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不过，即便如此，北约峰会后，土耳其也不忘时刻敲打北欧两国，提醒后者必须遵守约定，否则土耳其仍可出手阻止。从战略安全考虑上，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讲呢，还是有威胁的。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在和这个乌克兰战场上有这个军事冲突，所以说他对于芬兰和北约这边呢，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俄罗斯肯定会要做出进一步的部署，可能会在这个离芬兰更近的这个边界要部署更强力的有杀伤性更大的这种武器，甚至包括这个战术核武器等都有可能部署。这样的话就是说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俄乌军事冲突仍在持续，俄军即将掌控整个顿巴斯地区，美西方军援能改变战场形势吗？主持人好，从乌东地区的战况看呢，俄军在步步前进，而吴军在步步的后撤。那么这种态势也表明呢，吴军在节节败退。无论是从兵员的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俄罗斯呢都占绝对优势。那么经过几个月的战地实操呀，俄军的作战经验在丰富，战术策略在不断的调整。所以呢，从目前的战况看，俄军的军事目标呢正在接近实现。与此同时呢，虽然乌克兰总统呢仍然有坚决收复失地的决心，但是开始承认呢，这个乌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每天呢死亡200人左右。那么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俄作战鼓动最积极、对乌军援最大的美英两国呀，那么也在开始承认这乌军的战力呢在快速的下降。欧美呢正出现乌克兰疲劳症，就是说呀，对乌克兰反败为胜呢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乌军的武器弹药基本上呢都打光了，前段时间用的弹药大多是苏俄时代留下的，而美西方支援的弹药呢与俄式武器不匹配。那么据说呢，好多弹药都是没法打出去。至于美西方支援的武器弹药，一方面呢需要训练才能用于战场，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美西方支持的那点武器呢太少了，这满足不了战场需要。其实呀，决定战场胜负的主要还是人，而不是武器。已经有乌克兰士兵呢公开说，不相信西方武器会改变战争进程。我认为呢，这是一句实话。乌克兰可动员的兵力太有限了，加上呢美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基本上失败了。那么下一个看点就是，当俄军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以后，会不会有停战谈判的可能性？40个国家在瑞士开会讨论乌克兰重建。乌克兰说需要7500亿美元，为什么现在重建呢？重建经费能筹集到吗？这是一个好问题。美西方呢开始讨论乌克兰重建，就意味着呢，他们觉得仗打下去没什么好果子，乌克兰呢也难以从战场上获胜，所以呢，最好的选择是停战重建。所以现在呢开始筹集经费了。其实呀，前不久召开的7国集团峰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视频讲话中已经透露，要设法呢在冬季来临之前呢结束战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问题在于呢，俄罗斯愿不愿意坐下来谈，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呢，美西方对俄制裁基本上无效，而且现在呀，这俄罗斯反过来了，要给欧洲断气断电的。那么加上俄军呢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进展，能不能和谈，什么时候谈，这主动权呢是掌握在俄罗斯手中。至于说这7500亿美元呢是乌克兰提出的，而背后呢一定是有美西方的算计，因为呢西方政府呀冻结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和至少2400亿美元的俄罗斯私人财富，那这加起来呢就是6400亿美元。乌克兰现在呢也宣称呢要剥夺俄罗斯的财富来重建。如果呢再加上西方国家出一点小头，就可以有7500亿美元了。不过呢，剥夺国家和私人的海外资产是不合法的，也会大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和银行的声誉。所以呢，这7500亿美金怎么筹集，实际上还是个大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呢，能够停战谈判、恢复和平，对俄乌呢都是好事儿。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禁止进口俄产黄金等措施，作为对俄罗斯的追加制裁。事实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一直同美欧国家同进退，站在对俄制裁的第一线，这也遭到了俄罗斯猛烈报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二发下狠话：日本或不会有任何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还下令调整与日本的能源合作开发项目萨哈林2号，这一举动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将使日本陷入两难。周二，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对俄追加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产黄金，并增加了冻结资产的俄罗斯个人和机构，把禁止出口对象扩大至军事相关机构。日本政府公布的文件称，将对65个俄罗斯机构和25个白俄罗斯机构实施出口限制。日本还将禁止对俄提供信托和会计等服务。这一禁令将从9月5号起生效。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日还再次强调了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俄石油制裁设定价格上限的共识。对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二回应道，若G7峰会首脑声明中对俄罗斯能源设定价格上限的构想得以实现，那么市场上的石油将减少，石油价格会像天文数字般的上涨，石油价格届时可能会被推高至每桶300至400美元。梅德韦杰夫还警告称，届时日本将无法获得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萨哈林2号项目也是如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也表示，日本方面在萨哈林2号项目上的立场极其不友好，这无助于日俄间的能源合作对话。位于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岛大陆架的萨哈林2号项目主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涉及的石油储量约为1亿吨，天然气储量为4000多亿立方米。根据路透社数据，这一项目液化天然气产量大约占全球的4%，主要供应亚洲国家。日本大约9%的液化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几乎全部来自萨哈林2号项目。萨哈林2号项目原运营商为萨哈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其中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持股占比超过50%，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持股占比分别为12.5%和10%。除两家出资公司与萨哈林2号项目息息相关以外，日本多家公司也从该项目采购燃料。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运输成本相对低廉，萨哈林2号对日本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该项目通过长期合同为日本提供了稳定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此前，当美欧油气巨头纷纷退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项目时，日本企业并没有跟风。观察指，日本企业若跟风退出这一能源合作项目，将对日本的经济与民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日本与其他资源富足的国家情况完全不一样。日本其实很不愿意，然后包括战争开始，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岸田也表示说他就是不考虑主动去退出萨哈林1和2的这个油气合作。日本相对来说更在乎的是他长期以来去跟俄罗斯去做这个能源合作。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还签署法令，设立新公司负责运营能源合作开发项目萨哈林2号，原有外国投资方能否继续持股由俄方决定。日本马上陷入了紧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周五表示，正考虑与相关企业磋商如何应对。他还强调，液化天然气进口并不会马上停止。但日本媒体担忧，如果两家持股的日本企业撤出萨哈林2号项目，将进一步推高日本国内本已高企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这无疑给正遭受高温炙烤的日本再添一把火。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一直紧随美西方步伐，全面参与对俄的各项制裁，其中就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还叫嚣将全面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在萨哈林2号问题上，能源匮乏的日本立马现了原形。日经新闻今年3月就曾以日本难以在能源领域立即脱俄为题报道称，如果考虑到对国民生活的影响，日欧在能源领域都无法立即解除与俄罗斯的关系。分析指，日本能源企业要从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天然气有点难。如果日本从现货市场上购买，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在现货市场上，商品交易可以立即交割，但这将导致日本能源价格上涨。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方面，就是如果说有所动作，比如强制日本去退出的话，那么对于日本长期来看，它的这个能源供应多元化的这么一个战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挫折。
另一方面，今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头盔、防弹背心等非杀伤性装备。日媒日前公开了一张据称是乌克兰士兵提供的照片，这名士兵头戴着日本自卫队提供的88式头盔。外界普遍认为，这标志着2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日本除了紧跟美西方积极对俄实施制裁外，还利用俄乌冲突炒作所谓中俄威胁，希望借此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军事主动权。有分析称，在日本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是岸田政府和自民党希望渔利俄乌冲突，以此推动修宪，谋求更多军事主动权的野心。日本的外交姿态就是第一，它在西方国家里，它要跟随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统一步调；第二，它不做出头鸟，它就是当一个相当于追随者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就是说，日本它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频频的煽动危机，然后给他自己的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转变寻找理由。而在现实中，日本企业却和岸田政府并不同调。据共同社东京日前报道，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最近一项覆盖全球约1300家大企业的调查显示，在俄乌冲突后，168家在俄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中，只有占2.4%的4家日本企业在6月19号之前已决定停止在俄业务。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已宣布退出俄罗斯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企业的相应比例，为7国集团中的最低。这项调查的相关分析称，相当多的日本企业对退出俄罗斯持谨慎态度，许多企业只是暂停运营，希望未来能恢复在俄业务。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船承建的台湾首艘万吨级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周3上午首度驶出码头，前往高雄近海执行海上测试。台军方称，若这2个月海上测试结果符合预期目标，玉山舰将在9月底前交舰给台海军。台湾方面企图以此强化所谓外岛防御能力。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搞以武拒统，近年编列巨额预算推动武器装备自制，根本就是揠苗助长，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台军资料显示，玉山舰长153米，宽23米，排水量10600吨，配备2座海剑2防空导弹，1座76毫米主炮，2座密集阵近防系统。甲板可停放2架直升机，并装载登陆艇、AAV7 2栖突击车和重型车辆等，或搭载673名士兵。平时，它提供离岛物资运补、人员运送，发生灾害时可执行救灾任务；战时则编成2栖特遣部队执行2栖作战任务，执行增援、应援及夺岛作战。玉山舰呢是一个船坞运输舰，它的吨位比较大，因为它的排水量达到了1万吨，所以对台湾地区而言呢，这是一个大型的军用的船只，所以他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过去呢，它没有造过这么大吨位的这种军用舰艇，而作为船坞运输舰，它有些像我们就是071型的船坞登陆舰，但是071型的船坞登陆舰也有排水量大约2万多吨。单从性能指标上看，玉山舰整体能力只能算勉勉强强。考虑到2栖船坞登陆舰的建造难度不大，可以大量采用民船标准，台船有限的技术储备凑合着也应该够用。但外界显然高估了台湾的造船能力。玉山舰5月在船坞进行测试时，曾发生船舱后段大量进水事件，惹得岛内群起嘲讽。恭喜台湾军队多了一艘潜水艇，被人家笑成这个样子啊！这多丢脸的是，去年的下水今年现在是进水，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雾舱，那么雾舱把这个舱门打开，往外出这个气垫船呐，或者是2栖的装甲车的，控制的不好，它也会进水。那么当然，这个后面的就是螺旋桨它也在后面，如果焊接的不好，都可能出现这个进水的情况。早在建造阶段，台立法机构就明确提出，玉山舰必须能够让陆海空3军的各型直升机在舰上起降。有专家指出，船坞登陆舰的主要目的是运送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要求船坞登陆舰可以操作各型直升机，等于要求台军海军陆战队从水陆2栖进一步扩展到空中突袭的3栖作战。根据台湾军方公布的资料来看，玉山舰虽然不像美国2栖突击舰那样配备全通飞行甲板，但拥有2座机库与大型的后方飞行甲板。机库里能停放2架 S-70C 反潜直升机，或 UH-60M 黑鹰运输直升机，或 AH-1W 超级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后方飞行甲板上则可停放1架体积较大的 CH-47SD 运输直升机。
台湾方面评估，未来玉山舰最主要的作战场景可能集中在仍由台当局控制的东沙群岛或南沙太平岛。它们都是面积不大的珊瑚岛礁，在如此狭小的作战环境下，登陆部队的规模也不会太大。2艘玉山级船坞登陆舰所能搭载的6架直升机，对于争夺小型珊瑚礁岛可以发挥极大的帮助。但也有分析认为，直升机在海上舰艇上降落，受限军舰速度、浪潮、风向及风速、驾驶员的训练程度、胆识等因素，一直是直升机训练中最难的科目，必须进行长时间训练。但台海军陆战队很少与台陆军的航空旅一起配合演练，台湾方面想迅速强化外岛防御能力，不可能轻易达成。值得一提的是，玉山舰是台湾民进党当局潜艇自造的重要项目之一。去年4月13号，在台船公司造船坞举行了下水仪式，由蔡英文亲自主持，并以台湾最高峰将其命名，宣称这是台湾潜艇自造的一个所谓里程碑。对于台湾所谓潜艇自造计划，国台办发言人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以武谋独，注定是要失败的。除了被民进党当局寄予厚望的玉山舰曾发生进水事故，台湾军方6月20号在屏东九鹏基地演习时，一辆雷霆2000火箭炮发射车因一枚火箭弹不明原因未离架，在发射箱内爆炸，导致整辆车被炸毁并引发大火，但并未造成伤亡。最近这2起台湾自制武器装备意外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台产海剑2号防空导弹和雄风3型反舰导弹就曾多次发生脱靶、误射、发射失败等问题。而雷霆2000火箭炮是台军用于反登陆作战、摧毁海上敌军及滩岸之兵力的王牌。但据说雷霆2000火箭炮系统的定位定向器与惯性导航器只是达到商用标准，并未达到军用规格。外界因而质疑岛内中科院的研发能力并未随更高精度组件的解禁而提升。有分析认为，台军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近年频频发生事故，绝非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台湾军备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并不突出。但民进党当局为了搞台独、以武拒统，近年却编列巨额预算推动自造武器，根本就是揠苗助长，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很多的武器装备它是有瓶颈的，无论是材料方面的、设计方面的，或者制造工艺制造方面的，你都要全部解决，你才能造出这种。那你的这个能力不足的时候，顾的面又多，所以你造出来的这些武器装备可能故障率就非常的高，就不成熟。也就是说，拿到这个官兵手里使用的时候，它不可靠啊，就是达不到这个它的稳定性或设计的标准。周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首次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对于未来施政计划，李家超表示，将成立4个工作小组，由司级官员带领，解决跨代贫穷、土地房屋供应、地区事项等问题。此外，为实践行政主导和促进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李家超建议特区政府官员每月与立法会议员举行前厅交流会。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代表全体立法会议员欢迎李家超在就任首周就出席立法會答問會，也歡迎出席會議的主要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會一定繼續支持同埋監察政府施政，同行政機關良性互動，達至良政善治，為廣大市民謀福祉。回顧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經歷了一系列動盪不安，香港特區立法會也一度空轉內耗。隨着基於愛國者治港原則和新選制而產生的香港特區第7屆立法會實現了脫胎換骨。新一屆立法會有90名議員，包括選舉委員會的40人和傳統的地區及功能界別50人。總體來看，他們具有五光十色的特質，這充分說明立法會具有廣泛代表性和高度多元性，可以代表不同界別、不同專業的人士，理性討論問題，讓立法會能在香港社會內部更好地彌合分歧，求得共識。李家超在開場發言中表示，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區管制架構裡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和立法關係至為重要。隨住香港國安法嘅實施，完善選舉制度嘅落實，貫徹咗愛國者治港嘅原則，立法會嘅會議已經重回正軌，結束咗過去以兩制抗拒一國嘅破壞同埋癱瘓時期，進入咗建設嘅時刻，呢一個係重要嘅里程碑。
为实践行政主导和促进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李家超建议特区政府官员每月与立法会议员举行前厅交流会，每次由1位司长或副司长带领下辖5至6位局长或相关官员与议员见面交流，设定议题与否均可。首次前厅交流会将由他带领3位司长和3位副司长参与，而立法会前厅就位于召开立法会大会的会议厅旁边。前廳交流會可以讓每一位政策局嘅局長都能夠定期面對面同議員作恆常嘅交流，令官員同埋議員建立緊密嘅協作關係，更好咁讓官員解說政策，亦都更好讓官員了解民情。李家超回答議員提問，並提出多項具體施政計劃。他表示，已要求各局長就指定項目定下指標，並指示成立由司級官員帶領的4個工作組，分別為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以及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政府會務實有為，解市民所困，針對一啲要高層領導同埋統籌嘅問題，我認為由司級官員親自帶領，會強化治理能力。不少議員還就教育、防疫政策、對外宣傳等議題進行提問。如何打一套組合拳，去加強政府喺解釋政策、駁斥虛假資訊？可能過去特區政府都係非常務實、實事求是咁去做事，但係咧世界上邊咧，我哋雖然係君子，但係好多小人嘅。唔可以仲諗住係有麝自然香，我哋有陣時仲要做到畫公仔畫出腸，重複地講。對謝偉銓議員關注香港人口持續老化、人才不斷流失問題，並提問新一屆政府要如何提升香港競爭力，有何政策留住人口和人才。李家超說，香港本身有競爭力和吸引力，制度完善、法治清晰，未來要精益求精，如擴大市場、融入大灣區，尤其是發展創新科技。如果能吸引更多龍頭企業來港，對香港發展更佳。他希望在1-2個月內出台方案，吸引人才。李家超還特別強調，香港的優勢就算別人抹黑也影響不了。